Please take your seats. 请坐下。Well, Mr. Chairman, 主席先生、各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将军、海军上将、指挥官、军官、高级士官、士官、士兵， senior enlisted NCOs, 以及我们美国军队的每一位成员，早上好，欢迎来到战争部。因为国防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参军的第一个排的座右铭是“渴望和平者必先备战 because the era ”，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观点，在座的各位都知道。 is over. 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的罗马， Those who long for peace must prepare 此 for 后一直被人们重复，包括我们的第一任总司令、 the origin dates to the 战争部的第一位领导人乔治·华盛顿。 since, including by our first commander, 他揭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真理： the first leader of the 为了确保和平，我们必须做好战争准备。 yet profound truth. 从现在开 To 始， ensure peace, we must 新恢复的战争部唯一的任务就是作战 from，this moment forward, the only mission 为战争做好准备，以及为胜利做好准 is 备， this: war 毫 fighting, 不留情、毫不妥协地追求这个目标。 and preparing to win.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战争， Compromising in that 这里没有人想要战争，而是因为我们热爱和平。 wants war. 我们热爱我们同胞的和平，他们理应享有和 We 平， love peace for our fellow citizens, 他们理所当然地期望我们带来和平。 and they rightfully expect us. 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强大， Our number one job, of course, 这样我们才能首先防止战争的发生。 war in the first place. 总统一直在谈论这一 President 点， talks about it all the time. It's called peace. 这就是以实力求和平。 And as history teaches us, 历史告诉我们，真正配得上和平的是那些愿意为捍卫和平而战的人。 to defend it. That's why 这 pacifism 就是为什么和平主义如此天真和危险， it ignores human 因 nature. 为它忽视了人性和人类历史。 Either you protect your 你要么保护你的人民和你的主权，要么就会屈从于某些事物或某些人。 something or someone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as old as time. 既然发动战争要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和财富代价，我们就有义务为我们的共和国建立一支能够赢得我们选择的任何战争 Or any war that is thrust upon us. 或任何强加于我们的战争的军队。 Foolishly to challenge 如果我们的敌人愚蠢地选择挑战我们，他们将被战争部的暴力、精准和凶猛所击垮。 of the War Department. 换句话说，对我们的敌人而言， To our enemies, 小茬儿就等着挨揍吧。 AFO. If necessary, our troops 如果听不懂，我们的军队会让你懂。换句话说，以实力求和平，而这要靠武士精神来实现。 brought to you by 我们正在恢复这两者，正如川普总统所说， restoring both. 他是对的。 As President 我 Trump 们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最有力、最具杀伤力、准备最充分的军队， most prepared military 这是事实 on the planet. 毋庸置疑。 Full stop. 没人能与我们匹敌，根本没得比。 It's not even close. 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做出的历史性投资。 Term, and we will continue. 我们将在本届任期内继续这样做， But it's also true because 但这也归功于在座的各位领导以及你们所领导的杰出部队。 you all lead. 但是世界以及正如主席提到的， The chairman mentioned, 我们的敌人也在影响局势。 you feel 你们能感受到，我也能感受到， of urgency. 这是一个紧迫的时刻， Urgency. 越来越紧迫，敌人正在集结，威胁日益增长， There is no. 没有时间玩游戏了。 We must be prepared. 如果我们想要预防和避免战争，现在就必须做好准备。 Now. 我们是以实力求和平中的实力 Through strength. 部分， And either we're 要么我们准备好获胜，要么就赢不了。 You see, this urgent moment, of course, requires 大家可以看到，当前形势非常紧急，当然需要更多的军队、更多的弹药、更多的无人机、更多的爱国者导弹、更多的潜艇、更多的 B-21轰炸机，需要更多的创新，在所有领域都应用更多的人工智能，并且保持领先，需要更多的网络能力，更多的反无人机系统。
更多的太空力量、更快的速度，美国是最强大的。但我们需要变得更强大，而且要快，时机就是现在。原因非常紧迫，当前需要恢复和重新调整我们的国防工业基础，我们的造船业，并将所有关键部件转移回国内生产，正如川普总统所做的那样。需要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出来分担重任。美国不可能包揽一切，自由世界需要拥有真正硬实力、真正的军事领导力和真正的军事能力的盟友。战争部正在着手处理，并优先考虑所有这些事情。下个月我将发表一次演讲，重点介绍我们正在紧急进行的改革，包括速度、创新和新一代的采购改革。同样，我们在西半球面临的威胁以及如何遏制中国，将是未来另一次演讲的主题，很快就会到来。今天的演讲，正如我喝咖啡时所说，今天的演讲，今天的主题是人是文化，今天的主题是关于我们自身的本质。因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和战争部门的正确文化，任何计划、任何项目、任何改革、任何编制，最终都不会成功。如果说我在这个职位上的8个月里学到了一个核心教训，那就是人事即政策，人事就是政策。照顾军队的最好方法是给他们配备优秀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致力于部门的作战文化，不是完美的领导者，但是他们是优秀的领导者。他们有能力、有资格、专业、敏捷、有进取心、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险，不参与政治，忠于他们的誓言和宪法。尤金·斯莱奇在他的2战回忆录中写道：“战争是残酷的、不光彩的，而且是一种可怕的浪费。战斗会在那些被迫忍受它的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唯一能弥补的是我的战友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以及他们对彼此的忠诚奉献。但正如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了解到的，也正如你们中的许多人在更多地方所了解到的那样，战斗中有成千上万个变数，领导者只能控制其中的3个：一、你的训练水平；二、装备的精良程度，这是最主要的；最后一个是你领导的水平。除此之外，就没什么是你能控制的了。我们的战士有权被最优秀、最有能力的领导者带领，这就是我们希望你们成为的人。即使那样，在战斗中，即使你们做对了所有的事情，你们仍然可能会失去战友，因为敌人总是会反击。我们有神圣的职责，确保我们的战士由最有能力和资格的作战指挥官领导。这是我可以控制的一件事，我们有义务为部队做到这一点。长期以来，我们根本没有做到这一点。由于愚蠢和鲁莽的政客，军方被迫专注于错误的事情。在许多方面，这次讲话都是关于纠正几十年来的衰败。有些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是隐藏的。或者正如主席所说，我们正在清理瓦砾，消除干扰，为领导者成为领导者扫清道路。你们可以说，我们正在结束这场针对战士的战争。我听说有人就此写了一本书。长期以来，我们晋升了太多的军官，但原因并不正确，因为他们的种族，因为性别配额，因为所谓的历史性的第一次。我们假装作战部队和非作战部队是一样的，我们以双盲心理评估为幌子，淘汰了所谓的有毒领导者，转而提拔那些规避风险、随大流的顺从者。你能想到的，国防部都做过。愚蠢而鲁莽的政治领导人设定了错误的航向，我们因此迷失了方向，我们变成了所谓觉醒的部门。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现在我看到的是一群美国人，他们在年轻时做出了一个大多数美国人不会做的选择，为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服务，为上帝和国家、为自由和宪法而战。你们选择了服务，而其他人没有。我赞扬你们，你们是真正的美国精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礼堂的道路是一条直线，或者我们所领导的部队的状况是我们想要的样子。你们热爱你们的国家，我们热爱这身制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我们必须诚实，必须用嘴说出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用直白的语言说出真相，指出我们面前显而易见的事情。这才是领导者必须做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不正视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正视我们自己指挥部和部队中的问题。本届政府从一开始就做了大量工作，以清除那些已经侵蚀我们部门的所谓社会公正、政治正确和有害的意识形态垃圾，彻底清除政治因素，不再有身份月、多元、公平和包容办公室，不再有男人穿裙子，不再有气候变化崇拜，不再有分裂、干扰或性别妄想，不再有这些乱七八糟。正如我之前所说，并将再次强调，我们已经终结了这些。我已经把清除那些使我们能力下降、杀伤力减弱的明显干扰因素作为我的使命。也就是说，战争部需要采取下一步行动。在觉醒垃圾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且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正在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常识已经回到了白宫，所以做出必要的改变实际上非常简单。川普总统期望如此，而这些改变的试金石是什么？非常简单。我是否希望我15岁的大儿子最终加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部队编制？如果对此的答案是否定的，或者即使是肯定的，但带有一些附加条件，那么我们就做错了。因为我的儿子并不比任何其他穿上我们国家军装的美国公民更重要，他也不比你们的儿子更重要。每一个灵魂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每一位父母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儿子或女儿加入我们的队伍，进入的正是战争部长。希望自己的儿子加入的那种部队，可以把它看作是黄金法则测试。耶稣说过，要像你希望别人待你那样对待别人，这是检验真理的终极简化方法。新的战争部黄金法则是对待你的部队，就像你希望对待你自己的孩子所在的部队一样。你希望他与肥胖、不健康或训练不足的士兵一起服役吗？或者与那些无法达到基本标准的人一起服役吗？或者在一个为了让某些类型的士兵能够加入而降低标准的部队里服役吗？在一个领导者的晋升不是基于功绩、表现和作战能力，而是基于其他原因的部队里服役吗？答案不仅仅是否定的，而是绝对否定。这意味着在战争部，首先我们必须恢复对标准的实行，无情、冷静和符合常识的达到标准的要求。我不希望我的儿子与身材走样的士兵一起服役，或者在有无法达到与男性相同作战武器、体能标准的女性的作战部队中服役，或者与那些不完全精通他们所分配的武器平台或任务的士兵一起服役，或者在一个是某方面的史上第一，但不是最好的领导手下服役。标准必须是统一的、性别中立的和高的。否则，这些标准就不是标准，而只是建议，而这些建议会导致我们的子孙丧命。对于作战部队来说，我们的联合部队中有很多不同的兵种，政治正确、过度敏感、不要伤害任何人、感情的时代到此结束。在各个层级，要么你能达到标准，要么你能胜任工作，要么你训练有素、体格健壮、遵守纪律，要么你就走人。因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这是战争部发布的10项指令中的第1项。这些指令正在发送到你们的指挥部，并会出现在你们的邮箱中。
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每个军种都将确保每个作战军事专业、每个指定的作战职位都恢复到最高的男性标准。因为这项工作关乎生死，必须达到标准，而且不仅仅是达到标准。在各个层级，我们都应该力求超越标准，突破极限，比不断竞争，这是常识，也是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的核心，应该融入我们的基因。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还将为作战部队增加一项野战测试。该测试必须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下使用作战装备执行。这些测试看起来会很熟悉，类似于陆军的专家体能评估或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体能测试。我还指示作战岗位的战士要按照性别中立、年龄长模的男性标准，以70%以上的成绩完成他们的军种体能测试。一切都从体能和外表开始。如果战争部长能做常规的艰苦体能训练，那么我们联合部队的每一名成员也能做到。坦率地说，看到作战部队或者任何编队中的肥胖士兵，令人感到疲惫。同样，在五角大楼的走廊里，以及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指挥部队的看到肥胖的将军和海军上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是一种糟糕的形象，这很不好，这不是我们军队应有的样子。所以，无论你是空降兵、游骑兵，还是办公室人员，无论是新兵还是4星上将，你都需要达到身高体重的标准。并通过体能测试，正如主席所说。是的，现在没有体能测试，但是今天根据我的指示，联合部队的每一位成员，无论军衔高低，每年都需要参加2次体能测试，以及每年2次达到身高体重要求。每一年都是如此。同样，今天根据我的指示，我们联合部队的每一位战士都需要在每个工作日进行体能训练，这应该是常识。大多数部队已经这样做了，但我们要将其编入法规。我们说的不是像瑜伽和拉伸这样的运动，而是真正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无论是作为单位还是个人，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在座的各位，再到最年轻的士兵，各级领导都要树立榜样。你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包括现役、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这也包括仪容标准，不再允许留胡须、长发以及进行肤浅的个人表达。我们要剪短头发，刮掉胡须，遵守标准，因为这就像警务工作中的破窗效应理论一样。如果你放任小问题，最终大问题也会出现。所以你必须解决小问题，无论是在执勤时、在战场上，还是在后方。如果你想留胡须，你可以加入特种部队，否则就刮掉。我们不希望军队里到处都是蛮族形象的人，但不幸的是，我们有些领导要么拒绝直言不讳并执行标准，要么觉得自己没有权限执行标准，这两者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不专业的形象时代已经结束，不能再有留胡子的人了。泛滥且荒谬的免剃须令也结束了。简而言之，如果你达不到男性作战岗位的体能标准，无法通过体能测试，或者不想刮胡子保持专业形象，那么是时候换个岗位或换个职业了。我衷心感谢各位部长，特别是各位军种部长已经在此领域采取的积极措施，这些指示旨在加速这些努力。关于标准，请允许我说几句关于有毒领导者的话。坚持和要求高标准不是有毒，执行高标准也不是有毒领导者。为了打造一个有凝聚力、强大且致命的战争部，带领战士们朝着高标准、性别中立且毫不妥协的目标前进，这不是有毒，而是我们符合宪法誓言的职责。真正的有毒领导者是用低标准危害下属。真正的有毒领导者是基于不可改变的特征或配额，而不是基于功绩或能力来提拔人员。真正的有毒领导者
是宣扬与宪法、自然法则以及自然之神背道而驰的破坏性意识形态。正如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所写的那样，有毒的定义已被颠覆，而我们正在纠正这一点。因此，今天我只是对国防部所谓有毒领导、欺凌和侮辱行为的定义进行全面审查，以授权领导者执行标准，而无需担心被报复或被反复审查。当然，你不能进行恶劣的欺凌和霸凌行为。我们讨论的是像欺凌、霸凌和有毒这样的词，他们在我们的部队中被武器化和滥用，削弱了指挥官和士官的权威。这种情况不会再继续下去了。设定、实现和维持高标准是你们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如果这让我显得有毒，那就这样吧。其次，今天我只是确保每个军种、每个单位、每所学校和每种形式的军事职业教育都立即审查其标准。我们已经在许多地方这样做了。但今天它将遍及整个战争部，任何经过实践检验的身体标准被更改的地方，特别是自2015年以来，当时为了确保女性能够达标而更改了战斗部门的标准，都必须恢复到原来的标准。其他标准也被篡改以达到种族配额，这是同样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也必须结束。唯才是举。总统一直在谈论它，择优录取。以下是我敦促你们在此过程中遵循的2个基本框架，我称之为标准。我的团队都听说过1990测试和上市测试。1990测试很简单。1990年的军事标准是什么？如果它们发生了变化，请告诉我原因。是基于不断变化的作战环境而做出的必要改变吗？还是由于软化、削弱或基于性别的对其他优先事项的追求而做出的改变？1990年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起点，还有上市测试。问问自己，你正在做的事情会让上市，或者坦率地说，上尉在领导力、责任感和杀伤力方面的努力变得更容易还是更复杂？这项改变是否能赋予中士、海军士官和技术中士回归基础工作的能力？答案应该是非常肯定的。上市测试或上尉测试能迅速明确很多问题，因为战争不在乎你是男是女，敌人也不在乎。战争也不会管你的背包有多重，炮弹有多大。或者战场上需要搬运的伤员有多重，而且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明，这并不是要阻止女性服役。我们非常重视女性士兵的影响。我们的女军官和士官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是对于任何需要在战斗中发挥体力的工作，体能标准必须高且不分性别。如果女性能够达到标准，那很好。如果不能，那没办法。如果这意味着某些战斗岗位没有女性合格，那就这样。这不是本意，但可能会是结果，那就这样吧。这也意味着体能弱的男性也不会合格，因为我们不是在玩游戏。这是战斗，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你与一心想要杀死你的敌人之间的较量。要成为一支有效且致命的战斗力量，你必须相信，与你并肩作战的战士在枪林弹雨下有能力完成必要的任务。你们知道，这是你们对自己的孩子和孙辈唯一希望的标准。应用战争部的黄金法则1990年测试和上市测试，就不会有错。第三，我们正在抨击并终结如履薄冰和零缺陷的指挥文化。规避风险的文化意味着军官们是为了不输，而不是为了赢。去执行任务，规避风险的文化意味着士官没有被授权去执行标准，指挥官和士官不敢冒必要的风险，或做出艰难的调整。
因为害怕惹麻烦或犯错误。完美无瑕的记录是和平时期领导者最渴望的，这是最糟糕的激励方式。我们作为高层领导，需要结束这种规避风险的有毒文化，并授权各级士官去执行标准。说实话，我们并不需要新的标准，只需要重建一种可以执行标准的企业文化。因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将发布新的政策，全面改革督察长办公室和平等机会办公室的流程，我称之为不再如履薄冰政策。我们将解放指挥官和士官，解放你们。我们将彻底改革已被武器化的督察长流程，让爱抱怨的人、意识形态分子和表现不佳者不再掌握主导权。我们也将对部门的平等机会政策和军事平等机会政策 EO 和 MEO 进行同样的改革，不再受理无聊的投诉，不再受理匿名投诉，不再受理重复投诉，不再抹黑名誉，不再无休止的等待，不再陷入法律困境，不再阻碍职业发展，不再如履薄冰。当然，自1948年以来，在我们军队中，种族歧视就是非法的，性骚扰也是一样。这两种行为都是错误的，也是非法的。对于这些违规行为，我们将无情的执行。但是，让别人刮胡子、理发、健身、整理制服、准时出现或努力工作，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所谓区别对待。我们不是平民，你们也不是平民，你们是为了一个独特的目的而被挑选出来的。因此，作为一个部门，我们需要停止像平民一样行事和思考，回归本源，将权力交还给指挥官和士官。那些做出关乎生死的决策的指挥官和士官们，指挥官和士官们要执行标准，确保战备状态。在战争部，指挥官和士官们必须扪心自问，并通过黄金法则的考验。为了我的孩子、你们的孩子，以及美国的所有儿女，所以我今天敦促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观看的人，采纳这些指导方针，并贯彻执行。今天演讲的核心是我们宣布的10项指令，这些指令是为你们、为陆军领导层、海军领导层、海军陆战队领导层、空军领导层和太空军领导层而制定的。这些指令旨在卸下你们肩上的重担，让你们这些领导者重新掌握主动权，迅速行动起来，因为我们支持你们，我支持你们，总司令也支持你们。当我们给大家下达这些指示时，我们知道会有人犯错，这是领导工作的本质，但是你们不应该因为真诚的错误而付出整个职业生涯的代价。因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将修改人事档案中不利信息的保留规定，允许那些犯了可以原谅的、出于真心的或轻微违规行为的领导者，不再永久地被这些违规行为所束缚。人都会犯诚实的错误，而我们的错误不应该定义整个职业生涯，否则我们就只会尽力避免犯错，而这并不是我们的事业本质。我们需要敢于冒险的领导者和积极进取的领导者，以及一种支持你们的文化。第4，在战争部晋升将完全基于个人能力，不考虑肤色和性别，整个晋升过程，包括对作战能力的评估，都将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查。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更多的改变即将到来。我们将更快地晋升表现优异的军官和士官，并更快地淘汰表现不佳者。评估、教育和实地演习将成为真正的评估，而不是走过场。这对我们每个人、每个级别都适用。这些改革在2战前也发生过。乔治·马歇尔将军和战争部长亨利·斯汀森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我们因此赢得了世界大战。恰好凯恩主席上任时，
送给我一个相框和一张照片，挂在我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里也挂着一个相同的相框和照片，那是马歇尔和斯汀森为2战做准备的照片。众所周知，这2位领导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敞开着办公室之间的门，他们每天一起工作，文职人员和军人齐心协力。凯恩主席和我也是如此，我们之间毫无隔阂，我们的大门永远敞开。我们共同的职责是确保我们的军队由最优秀的人领导，随时准备响应国家的召唤。第5，正如你们所见，媒体也对此事穷追不舍。自从我上任以来，已经解雇了一些高级军官，包括前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作战指挥官和其他指挥官。我的理由很简单：如果还是那些帮助创建甚至受益于原有文化的人，几乎不可能改变这种文化。即使这种文化是由前任总统和前任部长所创建的，我的方法很简单：如有疑问，评估情况，听从直觉。如果对军队最有利，那就做出改变。我们每天都在为总统服务，但在很多方面，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你们的错。尽管觉醒部门是如此愚蠢和鲁莽，但那些军官只是在遵循民选政治领导人的指示。整一代将军和海军上将都被告知，他们必须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这种疯狂的谬论，即我们的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力量。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团结才是力量。他们不得不发表令人眼花缭乱的 DEI 和各种性别意识形态的声明。他们被告知女性和男性是一样的，或者认为自己是女性的男性是完全正常的。他们被告知我们需要绿色舰队和电动坦克。他们被告知要驱逐那些拒绝紧急疫苗的美国人。他们遵循了由愚蠢和鲁莽的政治领导人制定的文职政策。我们的工作也是我的工作，一直是确定哪些领导人只是迫于职责回应文职领导层的指令，而哪些领导人真正沉迷于所谓的觉醒部门。比尔西子无法接受战争部的理念，并执行新的合法命令，就这么简单。过去8个月，我们好好审视了军官队伍，我们尽力彻底评估了人员情况，我们不得不做出权衡和一些艰难的决定。这更多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我们过去是，将来也会继续保持审慎，但同时也会迅速行动。新的方向已经明确，淘汰像基亚雷利、麦肯锡和米利这样的人，启用像斯托克戴尔、施瓦茨、科普夫和巴顿这样的人，还会进行更多领导层调整。做出这些调整，并非因为我们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再次强调，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越早找到合适的人，就能越早推行正确的政策。人就是政策。但我看着在座的各位，我看到的是伟大的美国人，是为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奉献了几十年，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家庭做出了巨大牺牲的领导者。但是，如果我今天所说的话让你们感到沮丧，那么你们应该荣誉地辞职。我们会感谢你们的服务，但我相信，我知道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感受恰恰相反。这些话让你们内心充满力量。你们热爱战争部，因为你们热爱你们所做的事情，热爱武装事业。你们现在可以自由地成为你们当初加入军队时想成为的那种不问政治、勇往直前、务实认真的宪法领导者。我们需要你们专注于军队，而不是 DDE 或者 I。我说的是 MSC 国家力量工具中的军事部分。
政府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外交、信息和经济方面的工作，而我们负责军事，这是其他部门做不了的。我们的将官和军官需要掌握各个领域和各种情况下的军事技能，不要再分心，不要再有政治意识形态，不要再有干扰。当然，我们有时会有分歧。如果意见一致，那就不是美国人了。作为一个大型组织的领导者，这意味着要进行坦诚的对话，允许存在不同的意见。你们会赢得一些争论，也会输掉一些争论。但是，当文职领导人发出合法命令时，我们必须执行。我们是职业军人，我们整个宪法体系都基于这种理解。这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也包括我们士兵在网上的行为。为此，我要感谢并表彰各军种新推出的积极的社交媒体政策。请好好利用它们。匿名在网上抱怨或当键盘侠，不配当战士，那是懦夫行为。伪装成有良知，匿名在社交媒体上诋毁指挥官、打击士气、破坏部队凝聚力的行为绝不能容忍。还有上尉和上士，我们必须训练，必须维护。如果我们不再训练或维护装备，那么我们在预防或赢得下一场战争的准备上就会不足。因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正在大幅减少个人和部队必须执行的荒谬的强制性培训。我们已经结束了那些最过分的所谓培训。现在，我们将时间还给你们，减少幻灯片简报和在线课程，增加在车辆维修厂和训练场上的时间。我们的工作是确保你们有资金、设备、武器和零件来进行训练和维护。然后就看你们的了，你们都知道这些，因为这是常识。我们部队的标准越高、越严格，这些部队的留存率就越高。战士们渴望挑战，士兵们渴望接受考验。当你们不训练、不维护时，你们就会士气低落。这时，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就会选择将他们的才能带到民间。那些创建觉醒部门的领导已经赶走了太多有干劲的人。我们现在就要扭转这一趋势。如果发生高强度战争，不可能没有痛苦、折磨和人间悲剧。我们从事的是一项危险的工作，你们从事的是一项危险的工作。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优秀的人才，但绝不能让战士在坟墓里抱怨说：“如果我当初接受过适当的训练就好了。”我们绝不能因为没有训练好战士，没有给他们提供装备或资源而导致战争失败。如果那样，我们都应该感到羞愧。训练时要像战士们的生命取决于他一样，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因此，基础训练正在恢复到它本来的样子，令人畏惧、艰苦和纪律严明。我们正在授权训练士官在新兵心中灌输健康的恐惧感，以确保未来的战士们能够得到锻炼。是的，他们可以进行鲨鱼式攻击，他们可以翻乱床铺，他们可以咒骂。是的，他们可以在训练中对新兵动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鲁莽行事或违反法律，但他们可以使用经过验证的真实的方法来激励新兵，使他们成为他们需要成为的战士。基础训练也要回归基础。当然，你们也知道，基础训练不应该是任务准备的终点。不断演变的威胁环境的性质，要求每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必须准备好在需要时加入战斗。海军陆战队的核心信条是，每一名海军陆战队员都是步枪手。这意味着每个人无论其军事专业如何都足够熟练，可以在海上、空中或所谓的后方区域与敌人交战。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军中每一位成员都保持基线熟练度和基本作战技能。尤其因为下一场战争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很可能没有后方区域。最后，正如川普总统在更改部门名称时正确指出的那样，
自从1947年更名为国防部以来，美国就没有赢得过一场大型战区战争，但有一场冲突形成了鲜明对比，那就是海湾战争。为什么？原因有很多，但那是一次目标明确、以压倒性力量取胜的有限任务。但为什么我们在1991年能够那样执行并赢得海湾战争？有2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军事建设带来了压倒性优势；二是军方和五角大楼的领导层拥有之前的战场经验。海湾战争期间，领导国防部的官员大多是参加过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他们对任务蔓延或模糊的最终状态说了永不重蹈覆辙。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的文职和军事领导层中有很多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退伍军人，他们对国家建设和模糊的最终状态说了永不重蹈覆辙。这种在白宫拥有的清晰视野，再加上川普总统的军事建设，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取得胜利。如果我们全心支持战争部，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那我们必须每天都做好准备。我们必须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不是为防御。我们训练的是战士，而不是防御者。我们打仗是为了赢，而不是为了防御。防御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它本质上是被动的，可能导致过度使用、过度扩张和任务蔓延。战争是你谨慎为之，按我们自己的条件，带着明确目标去做的事情。我们为胜利而战，我们对敌人释放压倒性的、惩罚性的暴力。我们也不会受愚蠢的交战规则束缚，我们放开战士们的手脚，去震慑、打击、追捕和消灭我们国家的敌人。不再有政治正确和过分严苛的交战规则，只需要常识最大的杀伤力以及赋予战士的权限。这是我当时作为一个排长一直想要的，这也是我的上士班长们一直想要的。回到上士原则，我们让领导者指挥他们的队伍作战，然后我们在背后支持他们。这很简单，但却非常强大。几个月前，我在白宫参加了川普总统宣布的美国贸易解放日，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今天又是另一个解放日，解放美国战士的名称、行动和权利。你们以杀戮和破坏为生，你们不讲政治正确，也不一定总是属于文明社会。我们不是一支孤军奋战的军队，我们是由数百万无私的美国人组成的联合部队。我们是战士，我们是为特殊目的而生，不是为了晴朗的天气、蔚蓝的天空或平静的海洋。我们是为了在午夜时分，无论天气好坏，登上直升机、5吨卡车或橡皮艇，前往危险的地方，去寻找那些会伤害我们国家的人。如有必要，代表美国人民在近距离残酷的战斗中伸张正义。你们与众不同，我们战斗不是因为我们憎恨眼前的敌人，而是因为我们热爱身后的家园。常春藤联盟的学者们永远不会理解我们，没关系，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做到你们所做的事。媒体会曲解我们，这没关系，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能做他们的事情，是因为有你们，你们身处暴力之中却甘之如饴，这样我们的国民才能和平的生活。杀伤力是我们的名片，而胜利是我们唯一能接受的最终结果。最后点几周前，在五角大楼的月度基督教祈祷仪式上，我背诵了一篇指挥官祈祷文，这是一篇简单而有意义的祈祷文，为指挥官和领导者祈求智慧。如果你没看过，我建议你查一下。这篇祈祷文的结尾是这样的：最重要的是，主啊，
请保护我的士兵安全，引导他们，指引他们，保护他们， give all of myself for them. 看顾他们，正如你为我献出一切一样。 I've prayed this prayer many times since I've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your 帮助我为他们献出一切。 and I 阿 will 门。 continue to pray this prayer for each of you as you 自从我有幸担任部长以来，我已经多次祈祷，我将继续为你们每一个人祈祷。 go forth and do good things. 当你们指挥和领导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战士时，前进吧， As 去做 your 有益的 man, 事。 so do I. 艰难的事，川普总统支持你们，我也一样。 Move out and 你们很快会听到他的讲话。出发，迎向挑战，因为我们是战争部。祝你们好运。